解读 A 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随着美股在新年伊始大幅下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眼下正试图评估股市估值，以决定现在是否是逢低吸纳股票的好时机。过去2年，当美联储在疫情期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美股从一个纪录高点推高至下一个纪录高点时，许多投资者往往能够在市场回调后的买入中获得丰厚回报。不过，鉴于市场目前预计到2022年底将有近5次加息，不少市场人士担心这一局面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新年伊始美股的大幅下跌已经导致标普500指数的整体估值出现下降。根据 Refinitiv IBES 的数据，该指数目前的12个月远期市盈率为 19.5 倍，低于去年12月底时的22倍，过去5年的平均市盈率水平则为 18.5 倍。当然，对于康哥个人而言，美股眼下的下跌可能依然还不够剧烈，现在逢低买入还为时过早。近日，全球最大印钞厂宣布印不起钱了。服务140家央行，承印世界1/3钞票的全球最大印钞厂英国德拉鲁公司日前发布盈利预警，其经调整后的年度利润将处于3600到4000万英镑之间，不及此前投行预期值4500到4700万英镑。消息发出后，德拉鲁股价在周一开盘的第1个小时内暴跌 28%， 创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该公司表示，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员工缺勤率高企，原材料和芯片成本上升，公司正承受较大的运营压力。现在芯片非常短缺，同时用于生产纸币的化学品和溶剂等材料也供给不足，德拉鲁需要用现货价格购买它们，现在的价格约为2020年年初的4倍，成本飙升。资料显示，德拉鲁公司创办于1813年，从承印报纸和扑克牌业务起家。他1855年开始替英国印邮票，并从1860年起就开始为英国央行印制钞票。其官网信息显示，目前世界1/3的流通纸币由德拉鲁印刷。BBC 提到，德拉鲁服务的央行数量约为140家。近年来，德拉鲁业绩承压。2019年年底，他对外发布破产警告。德拉鲁股票也面临极大冲击。2016年和2017年，其每股净资产均为负数，已经资不抵债。其股价已经从2008年12月31日 1597.4 便士股的历史高位，降低至今年1月26日 113.6 便士股的低位。据 Ned Davis Research 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投资者可以通过一个广泛推力指标来判断股市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来一波缓解性反弹，且这种反弹的持续程度足以延长当前牛市的寿命。何为广泛推力指标？这是个用来追踪股市势头的指标。据该机构说法，当美股大盘指数大部分成分股一起反弹的时候，股市就获得了上行推动力，反弹也就随之而至。具体的做法是监测90%成分股何时升至10天移动平均线以上，当满足该条件时，股市就有广泛的推力迎来反弹。为什么选用这个指标？针对当前市况，该机构认为短期超卖读数很普遍，但中期和长期信号还没有启动，并且认为超卖和情绪指标的挑战是他们可能来早了，而这个指标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信号，即可能确实已经找到了底部。历史走势中该指标的起效情况。结合历史走势来看，股市上一次释放该指标所透露的信号是在2021年3月，股市在这一年年底前持续反弹了超 20%。据该机构的研究数据，从历史上看，标普500指数在出现广泛推力信号之后，10天内有 72% 的时间会上涨，在信号出现后1年内有 97% 的时间会上涨。套用在近期市况上，指示效果如何？该机构表示，在2020年3月触底后，即使是小幅回调，这种广泛推力带来的反弹也很常见。不过最近几个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包括在去年年末的圣诞老人涨势中没有出现。不过该机构仍然认为，如果股市中再次出现这种信号，则周期性牛市将重获新生。
美国英特尔公司近期表示，将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俄亥俄州兴建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园区，希望提高产能。目前，全世界从智能手机到汽车都受到半导体短缺的影响。格尔辛格说，在美国新奥尔巴尼一处1000英亩的土地上，初期将投资200亿美元，这是俄亥俄州史上最大的投资，将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他对路透社，投资规模可能会增长到1000亿美元，共计将有8家工厂。他说，俄亥俄州被称为硅的心脏地带，可能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地。虽然芯片制造商正在努力提高产量，但英特尔的新工厂计划远水解不了近渴，无法缓解目前的供应紧张，因为这种综合园区需要多年的建设。格尔辛格重申，他预计芯片短缺将持续到2023年，在过去的2021年。说 Rivian 是资本市场除特斯拉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应该没多少人是有异议的。然而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家曾经一度享誉全球的新势力却遭遇了不少的问题。如今股价仅有不到60美元，与发行价78美元相比，整整跌去了 23%， 距离最高点则跌去了 66%。从成为全球第3大汽车公司到跌破发行价， Rivian 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曾被誉为特斯拉杀手的造车新势力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作为一家深耕美国市场的新势力， Rivian 深知美国消费者的喜爱，所以推出了适合当地需求的 SUV 车型 R1S 与电动皮卡 R1T。 数据显示，美国市场 SUV 占比高达 50%， 皮卡占比达 19%， 其中皮卡年销量约293万辆。 Rivian 最新的财报显示，其所推出的电动皮卡 R1T 和电动 SUV R1S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预订总量已经达到 7.1 万辆，较11月披露数据时进一步上升 1.5 万辆。正是因为良好的市场前景以及手握大量的订单， Rivian 的股价才会创造新高。然而再高的订单量交付不了，也只能干着急。较早时候 Rivian 发布公告称，截至2021年底，其共生产了1015辆汽车，交付量为920辆，低于其最初设定的1200辆产量目标。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底时 Rivian 就曾表示，由于供应链问题，其最终的产量将要比目标少几百辆。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进，这家新兴车企正在遭遇可怕的产能地狱。不仅如此，根据 Rivian 的介绍，它的订单是支持随时可退的。如果 Rivian 没有及时解决产能危机，本就对 Rivian 没有多少忠诚度的消费者能等待多久？这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此外，遭遇产能危机的 Rivian 正面临对手步步紧逼的局面。虽然 Rivian 不是第一家推出电动皮卡的车企，但却是美国市场率先交付的车企，只不过如今这个先发优势正在丢失。据了解， Hummer EV 在此前已经正式交付，而目前已经获得15万订单的福特 F150 EV 将在2022年春季交付。随着这2款重磅的电动卡车陆续交付， Rivian R1T 将会面临一场白热化的厮杀。感谢您的观看，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